好，我们做高难度的题目，我们分成下等人刷题跟上等人刷题。下等人刷题是什么？做完之后看到自己表现很差，生气，好，生气之后再做一题，再做一组，又表现差又生气，这叫下等人刷题。为什么？他只是想要看到有一个他心里面想要听到的结果。他如果没有看到他想听到的结果，他就跑去再刷一题，那就很像是什么？你去庙里面抽签，那你抽中了签，那你也不会去想说你要怎么改善，你就只想说，那我抽3次，那你只是找一个，你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等着别人讲出你的答案，不是吗？这叫下等人刷题。好，那当然中等人刷题是会去真的去检讨说，方这个题目的内容是什么，文字是什么啊，对不对？可是中等人刷题有一个问题，他不会去统整说，好像这种类型题目你应该要做的策略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今天所学到的东西就停留在这道题身上，他不会到下一道题去。那什么叫上等人做题？上等人做题的特色就是他不只是疯狂刷题，他也不是只是针对这篇文章检讨，他是有进一步去思考，那下一次考试如果遇到高难度的题目，这个高难度的题目会有什么特色？那这些特色对我造成的困难，我要怎么解决？这也是为什么到时在讲这些题目的时候，都会原本说好像可以一次讲2篇，现在变成一次讲1篇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在我的讲解里面加入更多。很好，你以后遇到类似题目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的知识点这样子。OK，好，所以今天一样，我们应该真的只会讲到1篇，好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中等难度的题目，以后回到中等难度的题目，我们应该可以讲到2篇这样子。好，但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实在是特别的复杂，这样子。OK，好，Anyway，我们今天不讲废话，我们马上来看哈。来，各位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它本身的长度是比较长一点。好，这篇文章我相信各位在看第一句话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它不是那么的友善，对不对？好，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在这个19世纪的晚期，好，最后1/4，就是19世纪的最后25年。好，那它象征的是一个转捩点啊，生物学上的转捩点。好，大概只有这一句话本身是你整篇文章少数可以看得懂的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他说什么转捩点？说生物学家们他们变得比较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好，比较少对 applying an idea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deductively to organic function。比较少对把历史学的解释拿来套用在什么？套用在这些生物组织有机功能之上，这件事情变得比较少感兴趣。And more interested in discerning the causes of vital processes through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然后他们比较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对于去辨别好，就是生命机制背后的起源，好，用什么方式来辨别？用实验的方式来辨别比较感兴趣。OK，好，来，各位，这句话里面有几个你需要注意的重点。当然，我相信你读的时候会有障碍，绝对不是前半句，前半句绝对没有什么障碍，它没有生难字，它句子结构也非常的简单，你不会有障碍的。每个人都读得出来，它叫做历史，就是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转捩，对不对？你真的有障碍的，应该是在后面这半句。好，来，请各位注意哦，这半句里面，你读这个句子，你要读到它的逻辑重点。什么叫逻辑重点？因果啦、对比啦、比较啦、转折啦，这些东西叫逻辑重点，有没有？成绩啦，好，先后关系之类的。好，这个句子的逻辑重点是什么？是 less something, more something。好，一个长句子里面，如果发现平行结构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句子的逻辑重点了。OK，好，比较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对，用历史学的解释来套用在谁身上？套用在生物的有机功能身上。比较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对于我们用实验的方式来去看生物的这个起源。好，那你说 Dusty 这个句子，我觉得第二个难读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可以抓到，就是这个 less and more 这种对比嘛，对不对？少更怎么样一种转移。好，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也不是说这个句子里面有单字我看不懂，而是这个句子里面的资讯太过抽象了，对不对？好，就是这每个字我都看得懂。Vital 是生命的，processes 是什么？就是流程，manipulator 是操作，每个字我都看得懂。可是这个句子就是它把堆了太多就堆料了堆了太多抽象的元素，导致我觉得资讯有点浮，有点飘，感觉如果要硬翻，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好，这就是我好像看到很多同学在做阅读检测的时候，对不对？遇到这种句子，脑袋就卡死。他不是看不懂单词，他看得懂单词，但是他给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一个他没有用脑思考。好，比如说，如果是做阅读检测的同学，可能就会写说，历史学家们更少的感兴趣在应用是理想的历史学的解释、推理的去放在这个有机的功能身上，这就叫做所谓的不经思考。我说，我看你的阅读测验的结果，你这个逻辑应该说单字是对的，可是你没有用脑来思考逻辑。
为什么？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说，你就只是把字面翻出来，那这样算是有思考逻辑吗？好，那我们现在来思考这个句子的逻辑应该长什么样子。好，你遇到这么多抽象资讯的时候，你要学会简化，你要学会用说人话，想说到底这句话它的中心概念是什么？第一个中心概念叫做转移焦点，对不对？好，原本有兴趣的是 A，后来有兴趣的是 B，他们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个对应到前面的 turning point。好，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什么的注意力？我们去想想看，怎么去构成一个对比。好，地方是什么？前面这个地方是用历史学的方式来解释，对不对？历史解释。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用实验来操作。这两个应该是比较看得清楚了。OK，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把整个字都翻出来，播什么有机功能，什么生命机制，很简单，你就是把它想象成什么？你把它变成一个人话。原本学者是尝试用解释的方式，用历史解释的方式，现在他们会开始去进实验室实验了。也就是原本学者只是用嘴巴推论说过去的历史应该长什么样子，用历史的方式来去想，现在开始是用实证的方式去想，这样不就很好吗？以前只会去幻想说这个历史上谁先谁后，现在不讲历史了，现在开始去动手看证据了，这样才是有处理过的资讯。OK，好，所以你们如果平常在做精读训练的时候，你要现在回想一下，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精读训练？如果你回去看你的文字，你发现你自己看不太懂，你把所有字面都写出来，但是你这个资讯不自然，那就是你做错了。OK，好，我在看各位的精读训练，就每次拿面谈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我也是往这个方向去看。好，我不会说你们把那个字翻出来，我的重点永远都在于你们把这个句子的主轴观念抓到。所以像这个地方，如果有人写说历史学家们他们比较不会去关注说应该说学者们不太会去关注用历史来解释，而是比较关注在用实验来去看，用就是实验来去证明。他虽然没有把每个字都写出来，没有把每个字都翻出来，但我会说他是完整的理解了。OK，好，这样的概念。好，那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句话，应该说这4行字重点。他来跟我们描述过去历史上的转移焦点。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话，他说：“But it is impossible to discuss the history of bi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out emphasizing that those areas of biology must, in the public eye, have depended on historical explanation。”来，这句话就是我说了，应该说算这篇文章里面数一数二难读的句子，对不对？为什么？这句话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这篇文章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它没有什么生难字，这里面这句话我相信你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可是问题是这句话的难点在哪里呢？第一个，你怎么会给我这么多的否定？Impossible without，对不对？好，再来这句话，如果你停在这边，如果你停在这个地方，那还好。但你后面怎么又加一个动词？我不知道这句话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好，那所以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请你记住，英文里面的固定搭配是蛮重要的。好，遇到双重否定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负负得正。好，It is im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without something。好，没有怎么少掉什么不可能，意思就是必备。It is necessary。OK，好，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谈论19世纪的生物学，好，OK，那我们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把这个负得正，你才能继续去思考。好，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读长难句的时候是觉得说这种就是双重否定比较有问题，我建议你重新看的时候把这2个双重否定绑在一起去掉，好，变成负得正。OK，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你要做成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怎样？OK，好，没有说一定有可能，没有说一定会成功，只是说若要有可能。还记得我上课说什么吗？我说取非，对不对？Impossible 是0%，impossible 的反面不是 always。不是 100% sure 是什么？非0%。好，所以什么？没有什么就不可能。换句话说，有什么才有可能？OK，不是说有什么一定可以。所以换句话说，若要怎么样，我们要先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好，如果我们要谈论19世纪的生物学历史，那我们就要去强调一件事。好，在这个地方再开始去读，强调说当时的历史。好，当时大部分公众所看到的历史，其实都是取决于历史解释的。大部分公众人所看到的生物学，都是取决于用历史来解释。好，所以这个地方你说 Dustin， 那这句话它跟前一句话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观念在转移，对不对？过去是用历史解释，现在是后来是用实验，对不对？那这个句子它为什么要有一个 but？是反对前面吗？其实也不像反对。如果你今天觉得这句话是反对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就只是把重点放在关键字身上。
请问各位，反对的前提是什么？是有别人有立场，你才会反对啊，对不对？请问前面这句话是立场吗？它不是立场，它是一个事实，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是反对的话，那你就要回想一下，你刚刚是不是把前面这句话以为是一个论点？这句话里面的时态是用过去简单时，它表达就是一个过去的事实，是当时的研究的重心转移了，从历史解释的重心转移到什么？转移到了我们刚刚讲的实验，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人要反对事实的。好，所以这个 but 就不是一个反对的态度。那它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来看刚刚那个句子，说作者的意思叫做什么？若要谈论当时的生物学，那我们还是要重视当时的生物学其实是建立在历史解释身上。所以它暗示的意思不是在反对谁，它是在强调说历史解释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对不对？意思就是虽然观念有转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观念转移而忽视它，因为你要理解的是，过去了好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研究学问。OK，好，所以在这边先停一下，我们刚刚总结了几个难点。好，第一个困难的题目的特色是它的文字结构复杂，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双重否定，对吧？好，语气复杂，或者是它的句子拉的长。那我们所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所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第一个，遇到双重否定，你可以把它绑在一起，把负负得正。只是你从负负得正的时候，请注意许非的逻辑不要忘了。好像是 impossible 的反面不是 always，impossible 的反面是 possible。OK，再来就是抓到整句话的主轴逻辑，对不对？好，主轴逻辑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平行的逻辑一样。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学会练习说人话，主动简化资讯，但是你要尽量让资讯补全成跟一般人讲话一样。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平常有没有在训练？有啊，只是看你有没有认真练，对不对？比如说长难句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去收集到你害怕的长难句？如果发现你有长难句问题，收集到你害怕的长难句，去帮你去设计指令，有在做了，对不对？好，再来，我们有没有说一定要强调你每次做阅读练习的时候，一定要说人话，不要说做死翻译，一定要去想你如果是作者你会怎么讲，这也是要去做练习，对不对？像这种否定好，或者是这种取非，我们上课也有去讲过，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有涵盖到练习的方式、设计的方式都有涵盖到，重点在于你有没有每天认真的执行，以及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好，所以正式考试你要再去救这一块是很难救，为什么？因为正式考试你没有办法拿到外部的资讯，对不对？看你平常的基本功，但是我们至少能做到平常基本功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练什么东西，以及你练的东西真的会在考试中的高难度题目里面出现，这样子。好，所以我让大家看，这就是考试中700分以上的题目。我们平常的练习就是有针对这个问题。OK，好，那我们继续看。好，wherever it was applied，好，historical explanation was deemed also explanation。Wherever it is was applied，好，这像这种疑问词加 ever，就是不管什么的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管这个观念被用在什么地方。哦，不管这个 A 指的是前面的那个就是观念，对不对？不管这个观念被用在什么地方，那么历史的解释它都被视为是什么？被视为是用因果来解释。好，causal 就是因果这样子。好，也就是说，当事人说的历史解释，历史解释它其实是把事情拉出因跟果，因跟果这样连接，这样子。OK，好，那 the biologist as historian and the general historian of human events deal with the comparable phenomena and assume necessary a common mode of explanation。他说，这些像是历史学家的生物学家，还有一般的真的是历史学家，其实不是研究生物，而是真的研究历史学家，这两种人一起怎么样的？他们都处理的是类似的现象。OK，也预设说什么，就是类似的现象背后，他们都用同一套逻辑来处理解释。好，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特别小心的是，哎，这边好像开始有把两种不同的角色放在一起比较，对不对？好，那我们说过，如果考 supporting idea 题，你带有问题，或者是考这种就是 evaluation 题有问题，你要特别去注意文章里面的详义点，对不对？好，刚刚前面有个相异点，叫做不是注重什么，而是注重什么。但这边有个相同点，你也要注意。相同点，他开始把生物学家跟当时的历史学家讲出相似点，相似点他们同样去注意对事物的因果的解释，这样子。OK，好，那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完了。第一段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主要的立场，对不对？只是跟你讲说当时的研究角色有转换，作者跟你去介绍当时的历史解释，应该说当时的学者用之前用的是历史解释，再来就是他们的历史解释其实跟真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解释是有一种关联性的，这样子。好，这是第一段。OK，
好，那看完第一段之后，我们可以去幻想一下，等一下文章可能会出现什么。有可能文章因为还没有到一半，对不对？有可能文章就马上跟你讲说，哎，当时这两种解释方式，比如说历史解释有什么坏处，接下来转到讲实验解释有什么好处，这是一种方向，对不对？也有可能今天我们不做评价，作者一直来去讲说历史解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好，或者是历史解释后来带来造成的影响，它就是一个纯叙事的文章，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上课讲过的。好，要么就是纯叙事，继续讲这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影响，它的起源是什么；要么我们来去评判一下这个东西它背后造成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好，这东西是对还是错，这样子。OK，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他说19世纪的生物学家他们之所以，你看他说他们发现，好，用历史来解释，就是用刚刚讲的因果关系来去解释生物的功能，这件事情是有趣的，是有吸引力的。好，注意你在看文字的时候，你一定要常常记得英文里面常见的固定搭配，像这个 find，不能说看到 find 就是觉得是发现。OK，好，因为有些时候 find 这个字它本身不是单独跟一个受词，而是受词后面跟哪个补语。像这边就是 find something attractive，发现某个事情怎么样。好，所以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他们发现的解释，而是说他们发现解释这件事情是好的，OK，是 attractive 的。好，那原因是什么呢？Partly because their observ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cell from pre-existing cell seem to confirm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cell generation。好，他们发现这个历史解释是好的部分是因为什么？诶，他们观察到什么？他们观察到一个新的细胞的形成。好，从原本就有的一个细胞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细胞，这一个观察好像可以去确认他们的历史解释。意思就是什么叫做观察可以去确认？好，你看，如果你把这个里面的全部的修饰语、全部的资讯都绑在你的脑子里面，你会整个炸掉。因为你会去做死翻译，你会说，因为他们观察到这个新的细胞来自原始的细胞，所以他们会去觉得好。你这个句子的资讯也太多了，你看这个句子其实没有你读不懂的字，可是就算都是你读不懂的字，如果你今天没有学会去简化资讯、抽取主干，你仍然会觉得这个句子无法去理解。好，我们现在来重新思考一下这个句子如何讲成人话。好，它的主干是什么？它的主干其实是发现某个东西是有趣的，是有好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好，你想，我觉得这种解释好，我要讲它好的理由，所以后面讲的是原因，所以后面这句话解读的重点就要放在哪里有优点身上，你就要去往自己的人话，就要往到底为什么好来解读，而不是只是字面上的翻出来。好，来，我对比一下两种差别。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后面这半句的解读方向必须要是什么地方好，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解读就会说，这个发现观察从一个旧细胞里面产生新细胞，好像认历史的，好像确认了细胞生成的历史解释，你会变得很死，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知道说，OK，前半句的主轴概念就是要去讲说历史解释是好的，那后半句这边是 because 的子句，你要知道的是原因，对不对？好，那你要帮一个好的东西解释它为什么好，所以你要讲的是优点。好，那这个句子的优点是什么？说什么？可以用我们它的优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说我们用观察可以去确认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优点是我们可以用观察来证实。有多少的解释，有多少的假说是无法用观察证实，我们看不到的？那这种解释，它还算是好的解释吗？还算是正确的解释吗？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可以用证据，我们可以用观察来证实，所以这个解释是好的解释。这样各位有理解？好，你在看资讯的时候，你会越看越深，没有错，因为本来文章里面就一定是会有浅水区，也会有深水区的细节。而你在看细节的时候，你不能脑袋就放空，只是看字面的意思。那你要怎么做到不让脑袋放空看字面的意思？就是你要永远习惯读前半句去幻想后面的前半句讲的资讯里面后半句逻辑上应该要接什么，你要做句内层级的推测。前半句讲的是觉得这个方法这个解释很好，这边听到因为，那你就要想后面要讲的应该是这个解释的优点。那后面讲说观察可以去确认解释，那为什么这是优点？因为很多的假说就是停留在脑子里面乱想，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它，不就是很好了吗？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句话你可以被你简化成，当时的学者认为这种解释是好，是因为他们有证据可以去证明。OK，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你看，好像这边这就不是单词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很多同学说到我发现你的诊断标签真的蛮有用的。我发现自己每个单词都看得懂，可是整个句子放起来都看不懂。那今天是不是就真的很了解为什么看不懂？因为你的资讯处理太片面了，你该做的努力都没有做，这样子。OK， 好，当然考试的时候不会像我现在这样子讲的那么细，可是考试的时候就是你平常基本功好，那你的直觉就会好，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继续看哦。好，The same direct observation of continu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was also possible when they examined the complex sequence of events of embryogenesis。好，当然这句话里面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可是老师说这个专有名词你看不懂也没有关系。这句子前提是你要先懂得前一句话在讲什么，对不对？前一句话我们说了，历史解释的好处就是我们真的可以用观察证实。那你看这边有说 the same direct observation， 所以你就可以慢慢预期到这句话可能也要讲什么。我们另外一个情况也可以用观察来证实，好上加好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说什么？同样的这种连续的发展was also possible when they examined the complex sequence of event of embryogenesis。这个地方意思叫的胚胎的就是胚胎的合成这样子。OK， 好，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看胚胎的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可以看到，有直接的观察可以去证明。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历史解释好，是因为我们有办法用证据来证明。那你看这边又有另外一种证据，我们看胚胎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可以看到并证明。好，那所以在这两种情况里面，观察者他们都会有一个明确的印象 ，impression 这个字意思就是印象、想法的意思。OK， 好，只是这个 impression 不是那种很深思熟虑的想法，而是那种你突然被，应该说像我们常常讲 first impression， 对不对 ？first impression， 请问是深层的想法吗？不是，对不对？好，它就是一个直接被覆盖过来的想法，你突然被 overwhelm 的想法。OK， 好，所以这些观察者都发现，都觉得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这种就是被 overwhelm 的想法 impression， 说什么？好，说 the delta cell was brought into being or caused by the previous cell。因为我们看到它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说，应该说子细胞是由母细胞产生，或者是是由母细胞所导致的这样子。我们看到它是有观察，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两个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这样子。OK， 好，你看它跟因果关系连在一起。好，那你看到接下来他说 the argument that this scientist employed confuses temporal succession and causal explanation, of course. But such confusion is the heart of most historical explanation。好，那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语气上好像出现了点批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看到这边有很重要的词叫做 confuse，confuse 意思叫做混淆，对不对？所以混淆通常我们都会讲什么偷换概念，好，所以你这两个概念都不清楚混淆的，好，所以这句话有可能是作者的批评，他说其实当时学者说我看到的观察，所以我认为这是可以用历史解释，作者认为不一定啊。有可能你混淆两种东西，就是时间上的连续。好 ，temporal 这个字，大家不要以为说是暂时的意思。OK，好 ，temperance 才是temperament 才是暂时的，temporal 的意思是时间上的。OK，succession 的意思不是成功。OK， 所以你的单字要背好。我那时候说，我发现你单字量缺乏，我看你的阅读检测常常误解单词，我就会请你去背单词，这是起来有字的。虽然背单词很枯燥，可是你看，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暂时的胜利，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什么叫暂时的胜利？好，这边的意思叫做什么？时间上的成绩。OK， 时间上的顺序，它其实就是 time sequence。你如果把它写成暂时胜利，那我就把它这样子，你就真的看不懂。OK，这就是我说的在高难度的题目里面，抽象词很多，而抽象相近词又很多，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混淆意思，你会觉得这篇文章几乎读不下去。所以高难度的文章它就是单词之战。我自己在考试也是这样，我考到760的时候就觉得干每篇文章都是那种单词我不懂我就死了，真的是不懂没办法，被定在那边，你就只能抓时间停损，你在那边就定的没什么意义，你知道自己猜的意思应该是错的。因为你逻辑不通，好，但是你就是卡死在那边，这样子，这就是高难度题目的特色。OK， 好，那继续往下讲。说这个有提出一个觉得怪怪的地方，不是你时间先后不能视为因果，其实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但是像这样的这种概念偷换，像这样的这种混淆，就真的是大部分历史解释的核心所在。OK，好，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作者似乎有点出了历史解释的问题。接下来这篇文章会不会转往作者去批评过去历史解释的缺点？批评完之后再转向讲现在新的方向叫做实验解释，有可能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写的。文章先跟你讲一个旧方法，旧方法讲完之后，跟你讲旧方法的缺点，跟你讲新方法它改进了什么缺点。你看过无数篇文章，但是也不要忘记一种可能，就是这篇文章有可能只讲缺点，也有可能就把这个缺点放着不讲，
他讲别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对文章的预测要动态调整。你看我是不是养成一个好习惯？每一段结束之后，我都会去跟你讲说，我会预测未来会有什么可能，而且我的预测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对不对？文章还没到一半，还不要盖棺论定，过了一半，但是还有一段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看第3段。好，来，他说，Not surprisingly，并不意外。好，The evolutionary biologist of the 19th century encountered a particularly troublesome problem in their attempt to document historical explanation convincingly。好，不出意外的，那些19世纪的演化生物学家，他们在尝试的去用有说服力的方式去解释这些历史的时候，对不对？好，去说明这些历史解释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好，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 the factual record of the history life on Earth, for example, that provided by fossils was incomplete。好，这个问题是什么？哎，我们要用历史解释，可是我们的资料不完整，对不对？好，来，你看这句话这么的长，对不对？可是实际上这句话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什么地方？第一个，not surprisingly，他点出了这个态度并没有换，他是承继了作者前面的态度。那作者前面的态度也刚刚讲了有问题，对不对？前面的态度他说，这是这些历史解释本身是有一个混淆点，时间先后不能视为因果，所以你可以合理的预期，既然态度没有换，这边应该是继续去讲说，这个时间先后不能视为因果的一些细节，这样子。好，那这边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用时间先后视为因果，可是我们看到有些记录就真的没有完整的记录，你要怎么去看时间嘛？对不对？时间记录、事实记录不完整，那请问你要怎么用时间来去证明因果？这样子，OK，好，所以你看我们这种高难度的文章是环环相扣的。我常常会讲，看文章的前1/3决定成败。为什么？不只是我在课堂上讲，看文章前1/3，我们要去注意主题啊，我们要去注意第一论点啊，对不对？好，不只是这个原因，还有原因，因为当我们文章的资讯越累积越多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前面一句话没有给你清晰的思考，不能让你知道说下一句话可能会出现什么，上一句话作者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心里没有这种清晰的思考，你接下来读会越读越虚。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地就像盖房子地基打不好，有没有？上面就会越来越摇这样子。OK，地动山摇。好，那这句话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好，实际上好就是这种事实的记录是不完整，事实记录是不完整。好，来。所以它就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想要用时间这个来去对好，但实际上你就没有完整的时间记录，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问题，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看到 the temporal continuity of living forms was convincing。好，当然，如果是活着的生物，好，生物的这种时间连续性，好，看似是合理的这样子，好，但是如果好，what's an assumption that was difficult 好 to upload when one compares species of organisms following any two stages of evolutionary records？好，完蛋了，这句话我必须要讲，它其实结构也不难，真的结构不难。OK，好，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词也没有很难，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你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好，前面看得懂啊，前半句看得懂啊，就是说生物你要找到时间连续性就是看上是具有说服力的，对不对？Convincing 是指有说服力的，persuasive 的意思。好，but was an assumption that was difficult to uphold。为什么说时间连续性本身是一个很难去维持的假设？什么叫做当我们今天去比较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有机体 forming any two stages of evolutionary record， 去比较不同的生物、不同的这演化过程中不同的这个 stage 就有问题了。好，来，我必须要说很多，我需要先讲哈，GMAT 到底需不需要专业知识？不需要，官方说我们 GMAT 从来不考专业知识，我们就考的是常识。好，这个我认同。OK，好，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常识的定义是什么，还有你离常识还有多遥远，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第一个，人家常识的定义是美国高中毕业的常识，对吧？好，那我们教的东西跟美国人教的是一样吗？好像不一定一样。美国人懂得印第安人，我们懂吗？印第安人税权有没有？联邦法院的这个就是判决，懂吗？不一定懂。好，你考这个就是东亚历史，也许比较 OK 这样子。好，第二个，美国人讲演化论，对不对？好，其实我们以前也有教，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演化论的东西，你现在还记得吗？它是常识，没错，我们以前真的都有教。可是你真的距离这么久了，高中都毕业了，
好，大学也毕业了，出来社会被社会摧残过了，请问你还理解吗？你就忘了，对不对？好，所以有些时候，好像我在帮同学安排训练的时候，会请同学去针对一些比较困难领域，就是你比较不熟悉的领域，多读一点文章，这是有意义的。好，因为你要透过读这些文章去抓回一些你害怕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子，好，那你才能继续往前走，对吧？OK，好，那所以这边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演化上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 stage，不同的阶段这样子。OK，好，那这些阶段可能彼此之间是时间是离很远是没有连续的。好，比如说今天你说人类像我们现在这个智人，人类也有很原始的形式。你有看过那张图吗？从猿猴一直叭变成一个直立的现代智人，对不对？Homo sapien。好，你把现在的这个 Homo sapien，好，拿去跟很久远之前跳了好几个世代、跳了好几个进化阶段的那个猿人去相比，请问你这样拿怎么来说服人？这样的概念，你就没有连续性的假设，因为时间跳得太远了，这样子。好，好，所以你看，其实讲人话这件事情，它背后也是需要一些真的是基本的常识跟背景知识这样子，还有推理这样。好，所以这些东西我必须要说，其实是平常你综合练习的基本功，大家多问的问题了这样子。好，那不是说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考试的技巧不能去解决所有事情。好，它考试技巧只是最终端的推理的展现。好，但是你前面的阅读基本功，这还是需要的。OK，好，我们还是要去正视说，GMAT 认为是常识的东西，我们有些许并不具备，或者是曾经具备过，但是忘记了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好，Their solution today appears to be only verbal。好，那这些解释这个问题，对不对？好，就是他们不好意思，我刚好跳了一句话。好，那个时候的科学家是有发现，糟糕，我如果跨了好几个演化时代，这个时间就不连续，那我是要怎么去说服人？这两件事情是有因果关系的，对不对？你要怎么说服人？几百年前那个猿猴跟现在人类时间差那么多，几百不是几百年前，不好意思，应该是几千万年前了，这样子。好，这时间差那么多，你要怎么说服我们的祖先是那个人嘛？对不对？对吧？好，好啦，学者们是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你到底是要怎么去推因果关系？他们也尝试去解决它。那他们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哦，放到今天来看，好像只是用 verbal。什么叫 verbal？好，你可能看到 verbal 就觉得 verbal 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考试的一个科目。废话，我当然在考 verbal。好，不要讲废话了啦，就是 verbal 意思就是言语上的，它其实背后隐含的意思可能就是什么？你没有经过实验证明，你只是透过言语推理的。OK，好，他们的解释今天看来可能只是信口拈来，随便嘴巴讲一讲，一开口就开始跑火车这样子。但是 was then regarded as an eminently proposal。OK，好，就是当时看起来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因果解释的力道，这样子。嘿，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当时提出的方案，当时去解决这个时间不连续的这个方案，现在看起来好像就只是在打嘴炮，但实际上当时会觉得这个好有说服力，真的是因果关系。好，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没有讲？好，那下面说什么？The fact of evolution，好，demands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all reproducing individual and the species that they compose。好，就是演化这件事情，它的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好，所有具有繁殖能力的这个个体，好，就应该说正在繁，不是有繁殖能力，应该说繁殖个体，还有他们所构成的物种之间，他们必须要是联系的。你说 Dustin 这句话真的看不懂，如果我按字来翻就看不懂，可是如果你搭配上演化学的一些基础知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联系指的联系是什么？可能是生物特征上的联系，比如说我的前一个物种有两只手，有双手，对不对？我也有双手，好，或者是基因上的联系会遗传，对不对？好，所以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虽然都是模糊的，它虽然都是抽象字眼，什么叫联系？什么叫做繁殖的个体？什么叫做他们所组成的物种？你可能会觉得好模糊，或者是一堆抽象名词，可是你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推理了。好，应该指的是可能我的前一代的物种跟我后面这代物种，比如说，鸟类是从恐龙演化而来的，或者是类似之类的概念，好，它们都有翅膀，翅膀是相似的，好，它们都有爪，对不对？好，或者是像我们跟猩猩，它们可能都有什么，都有双手这样子，好，那这个双手的形状会比较相像，这是有 connection 的这样子，或者是基因上会是相似的，这叫联系。OK，好，那他们的解方是什么？来，下一句话，The solution, the concept of heredity，遗传，终于来了。所以你看资讯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刚刚想的联系可能是外表的联系，可能是什么？就是行为的联系，可能是基因的联系。那这边就很明确，它的联系就要遗传联系。好，遗传的，比如说 DNA，好，比如说遗传的性状，对不对？那他们想的这个解放就是生物的性向会遗传，性状会遗传，这件事好像就可以去填补什么？In an admittedly deficient historical record and seems to complete the argument
for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evolutionary events。好像就可以补足这个不足的中间缺失的历史空白、历史记录，好像就可以完成遗传学上的这个就整个的历史进程。好，我们读完这篇文章，现在先不要进题目，你先很快的去想一下，我们之前曾经说过了，看完文章要思考的东西。第一个，你如果是作者，你会不会怎么样的？就每一段会下怎么样的小节？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对不对？这篇文章的主题，它应该强调的是过去的这些生物学家他们是怎么去解释生物的学，应该强调这件事情。那作者会怎么认为呢？作者认为他们过去所解释的方式应该都是用历史因果解释的方式。作者有稍稍的提了一下，他们这个历史解释的方式有一些缺点，就是时间上无法去连续。但是也有去提到当事人是怎么把它补强起来，就是用遗传学的方式去把这个论证补强起来，对不对？好，那至于作者有没有进一步对遗传学这个东西做反驳，看起来并没有，所以你可以说作者是反驳的力度没有那么强，他比较多还是倾向在介绍当事人的想法，介绍当事人想法的一些问题，以及介绍当时这个问题是怎么被补强起来。但是作者有没有去大肆抨击呢？并没有，他比较像是还在介绍的阶段。好，所以看完整篇文章，我会认为这篇文章它应该如果要讲主旨，或者如果要讲主要态度，它的重点不是在 review， 不是在 criticize， 它的重点还是在 presentation。OK， 好 present， 好 ，anyway， 我们终于把这篇文章讲完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题目没有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题目了。来，这个真的很难，所以我刚才会讲那么详细，因为我希望让你知道这道题目它的价值的展现，不是你搞懂了它的故事。那如果要讲故事，我甚至不用讲了，直接把文字放到 GPT 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故事未来考试不会再出现了，考试就没了，这样子，这个就是练习题了。我先要让你知道的是，你应该要怎么去做平常的练习补救。OK，好，你所有你在做题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我们都必须要把它系统化，定位到你自己身上能力的缺乏，并且我要告诉你这个能力缺乏，你应该要怎么去训练，这才是重点。这样子，好，所以你现在有感觉出来了吗？你在看文章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去这前1/3的地方做到深度的去处理资讯、去推测？那你有没有依照前面的推测去对后面的文字做猜测？那你如果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现在就是你练习的契机了。这样子，OK。好，我们现在看题目的部分。好，首先第一个题目，他说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好，那我的习惯就是说我都会在看选项之前，我会先做个拟答，对不对？OK，好，那我现在想一下我的拟答。一般来说，主旨题的选项都会是长得像是一个动词加上主题，加上后面的主题的叙述。所以我的拟答应该是第一个动词的部分展现作者的态度。作者有点微批评，这个批评不是那么严重。好，但他主要还是在去叙述当事人去推理的方法，对不对？好，所以我会说，如果要我拟答，应该是叙述19世纪的生物学家，好，他们去做生物学就是的一些研究的方法，他们主要还是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因果解释的方法，这是我的拟答。OK，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拟答去快速的比对这5个选项，谁跟我们的方向差那么多 ？OK，好，差太多就不行。好，像 A 选项他说什么？去比较用历史解释所做出来的资讯，好，跟谁做比较？跟用实验做出来的资讯，这个就很明显是做错了。为什么？因为文章的主轴并不是都在讲比较，虽然文章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地方在比较，但是如果这篇文章要比较的是历史解释跟实验解释的话，那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实验解释在后面这边应该也要篇幅出来，所以这边应该都要去讲历史解释是什么，实验解释是什么，怎么会在后面完全没有实验的空间呢？所以 A 选项不会是我们的答案，这样子。OK， 好，再来 B 选项的部分，他说，好，作者的目的是要去评估 inference that theories of history had on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去评估像这种历史解释历史的理论，对不对？他们对生物学所造成的影响。OK， 好，来各位注意，这个影响这个字是非常重的强因果动词的这个名词或动词。好，影响的意思就是后来导致了什么东西发生。可是我们刚刚看文章，我们只看到这个解释本身的问题一些小缺点，对不对？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解释后续影响了谁。我们没有看到说，因为历史学家们他们是因为生物学家们用的历史的解释，所以导致学界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不会说它后来造成什么影响。如果 B 要是答案，那么这个地方应该要讲的是，因为有这样的解释，所以后来的哪些学说出现，后来的学界做了什么样的研究，或后来学界产生什么变化，并没有，所以它并没有说造成什么影响，所以 B 选项并不是我们的答案。好，但这个选项是混淆选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要讲到这个历史解释，
但你要看清楚选项里面所出现的因果成分。OK， 好，来 C 选项说什么？说这个文章是在讨论说历史解释在当时19世纪的生物学家们他们的思考的重要性。这个选项第一个，他用讨论，好，它是个很万用的动词。有讲正面的讨论，讲反面的讨论，不表态也可以讨论，只要你的讲话就是讨论 ，OK， 没问题。好，这个地方的主题也有对到，真的是19世纪的学者他们在用历史解释，对不对？重要性这个地方它并没有明显的强因果，它就是在强调这个东西本身而已，这样子。所以虽然重要性不是很满意，因为你要讲重要性，你可能还是要去讲说这东西的贡献是什么东西。好，但是至少比起 B 选项这个强因果是绝对不对的。好，因为文章里面并没有去讲说这个历史解释后来造成什么影响，所以 C 选项我会说并不满意，但是目前看起来可以先保留起来。OK， 好，D 选项的部分说什么？去对比好这些生物学家他们用历史解释。跟什么在早期跟在晚期用历史解释的区别，不是文章没有时间先后的比较，对不对？文章虽然一开始就讲的是转捩点，可是在后面都没有去讲说时间先后，没有讲19世纪前半叶或19世纪后半叶的时间的状况的比较都没有讲，所以 B 选项完全不是我们要的答案。好，然后呢，E 选项说什么？说这篇文章的主轴是去评估说这个遗传的概念是怎么去改变19世纪他们生物学家他们使用历史解释的方式。哎，如果这个遗传真的是一个重点，它怎么会在文章最后一句话来出现呢？对不对？好，如果今天这文章的重点真的是要去评估这遗传这个概念是怎么改变当时的学者们他们的解读方式，那你的遗传应该在这边出现。接下来才是去详细的讲它怎么去改变，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很明显也不是文章的重点，所以整篇文章重点其实应该还是去叙述好历史解释他们当初是怎么用的这样子。OK， 当然 important 这个字它并不是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去讲很多它的贡献，但至少它已经比 B 选项这个强因果来讲，好，更加在逻辑上比较没有去偏离这样子。OK， 所以答案会是 C 选项。好，好，那我们看第二道题。好，第二道题说，根据文章所述，来，各位注意到这个根据文章。好，我们上课曾经有讲过，根据文章它就是 supporting idea 的题，对不对？supporting idea 的重点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文章没讲的你不要提。你不能说，因为我觉得作者应该也会同意这件事情，没这回事，那叫 inference 题。OK， 好 ，supporting idea 题就是真的只能根据文章里面内容作答。好，来我们看他说什么。根据文章里面所讲的资讯，下列哪一项是属于19世纪生物学家好跟历史学家解释方法的正确的这个叙述？这样子 ，OK， 好，好，也就是说他要同时去讲两个人，那这时候我们当然会去定位，对不对？好，你可以想象得到，文章后期应该都在讲生物学家他们的想法，那讲历史学家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有讲到定位预测点是什么？定位预测点就是文章里面有出现相同或相异比较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去考 supporting idea 题，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回来看，他说，好，我们不可能在谈论当时的生物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不谈论他们当时生物学的重点都是放在历史解释上。也就是说，你若要谈论当时的生物学，你必须要去搞清楚当时生物学的重点是在历史解释上。好，不管被用在什么地方，历史解释都是被视为是因果解释。那当时的生物学家这边是重点来了，生物学家还有历史学家，他们都是处理的类似的现象。好，他们都是用一样的方式来去解释事情，这样子，一边是处理人的问题、人的事情，一边是处理生物的历史，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二题的地方，所以这边我们的拟答会是什么？他们两者的相似性，他们用的思考模式是类似的，他们遇到的现象也是类似的现象，这是文章里面直接所讲出来的资讯。好，好，那我们先来看 A 选项说什么？说不管是历史学家或生物学家，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方法是被同僚所接受、被同才所接受的，不是那个刚刚那篇文章没有跟我们讲他们两个人被别人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看到这边就可以秒删了，这就是属于完全的无中生有，我们完全没看到别人对他们的评价。OK， 好，那 B 选项说什么？说生物学家他们所使用来解释现象的方法有明显的变动。好，前半句可能还是还算正确，为什么？因为文章的确有讲到他们是有转移目标，从历史解释转成什么？转成用实验，所以前半句还算是可以推到。好，但是后半句的地方说，但是历史学家们他们用的方法则没有变化。可是文章们并没有讲历史学家他们有没有转捩点，所以你也无法去确定。OK， 所以 B 选项无法被推的。好 ，C 选项说什么？说生物学家们相信说他们改良了 ，refine 是改良的意思。他们改良了历史学家的方法，不是我们刚刚文章里只看到说他们用了相似的方法，对不对？
好，但是没有说谁改良谁，所以这个选项被我们排除掉。好，那各位要注意，我现在解释的时候会立刻带你回去看文章的里面细节，可是你自己在做题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做。也就是说，你在做题的时候，你应该是先想好你的预想之后，就用你的记忆，用你的预想去5个选项都看过一次。如果你觉得有某些选项你觉得逻辑不太对，好，当然排除掉。如果你觉得不是那么确定，你不要为了那个选项回去看文章。像比如说，你就不应该说，我记得 Dusty 在影片里面这个 C 选项他讲了一半，好说这个选项读完意思了，回去看文章不行。好，你正式考试不能这样做，你平常练习也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样会把你的做题节奏打乱。你应该是先保留起来，到第2轮再回去重新定位一次。你不能说在第1轮的时候，为了某个选项再回去看一次文章，那这样你做题用2轮就没有效率了。这样子 ，OK。好，那再来多选项说什么？说生物学家跟历史学家他们的在解释就是 what they believe to be comparable， 解释他们认为相似的现象的时候，他们用的方法是类似的。这有对到我们刚刚讲的方法，对不对？方法类似，现象类似，我们把它保留起来。好，那一选项说什么？说尽管这2组人他们都用相似的方法，但是生物学家用的方法比起来更保守哦 ，apologetic 的意思是保守。好，来这个有同学说 Dustin， 妈的，谁看得懂 apologetic 这个字的意思，对不对？那我必须要说，这就是我说的高难度题目的特色了。OK， 好，高难度题目的特色就是一个字看不懂就是被枪毙。好，所以 anyway， 好，平常练习的时候都补充单词。好，当然你还是可以用一些奇技淫巧。什么叫奇技淫巧？哎，前面讲的是 similar， 这边用 although， 所以后面讲的应该是不同点。可是文章里面也没有去讲到历史学家跟生物学家的不同点，所以这边应该不会是对的。好，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应推，但是我必须要讲，不是每一道题目都有人让你用这种方法应推的。也的确真的有高难度的题目是真的这个单字不懂卡住了。所以你说高难度的题目有没有在考实打实的单词能力？有。那你能做什么事情？实战中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只能提到停损。OK， 但是如果平常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补充更多的单词，那是好的。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边的问题是，并没有更保守，没有去比较谁保守谁不保守，所以答案是读选项这样子。好，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道题目。好，第3道题目说，下面哪一项最能去总结文章第2行所提到的转捩点 （turning point）？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还要我们做总结，对不对？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句话。好。他说的转捩点实际上是什么东西？这些生物学家们，他们更少的去用历史的解释去解释一些生物的现象、生物的功能，而更多的去探索生命的历程是使用什么？是使用实验的方法。好，那如果我们要总结，把它简化嘛，对不对？概念化，总结就是他们改变了研究的方向跟方法，他们舍弃了单纯的历史解释，他们使用了实验，就这么简单。好，你想过一遍总结之后，就可以回来去看选项了。OK， 好，那这边你可以看第一个转捩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历史解释跟实验者的冲突的开端吗？好像没有冲突，它就是转变，没有说一定要流血，对不对？好，没有说改朝换代一定要流血，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不是说每个转变都要你斗，就是斗得你死我活这样子。好，好，那再来 B 选项说什么？用历史解释来取代因果解释。注意，又来这个地方要小心，这个字很容易被跟另外一个字的逻辑认错，意思都是一样的，顺序有差。来 ，substitute 是 substitute A for B，OK，用前面去取代后面。replace 就反过来，如果是 replace，就是 replace B with A，就是用后面去取代掉前面。这个我记得你们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有学过这种固定搭配，对不对？好，老师那个时候说很重要，段考也有考。那我相信你英文没有看很多，你就会直接忘记掉。好，那忘记了，那因果报应什么时候来？这个时候来，这样子。好，还好现在是练习题的时候来，大家要好好记得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注意，它的逻辑是反向的。好，因为应该我们看到的 turning point，第一个应该是用实验去取代历史解释。好，当然也不是说反向，应该说这个就完全不搭嘎，因为这2个实际上是等同意思。我们刚刚文章里面说了，历史解释等于因果嘛，对不对？意思是等同的。好，他就硬要把这2个等同意思的变成谁取代谁这样子。OK， 好，所以 B 选项也不是我们要的答案。好，C 选项说什么？说从历史解释转向对实验的兴趣。哎，那就是 OK， 刚好对到我的预想，留着。好，多选项说什么？说突然开始关注有机功能的问题，不是没有啊？我们的重点是历史解释还是实验解释，跟你什么有机不有机没什么关联。好，被我们排除掉。好，1选项说什么？说大众对于生物学家们的争议认知增加了。
我们文章根本没有在 care 大众的，不好意思，好，我们来 care 的是实验方法，好，所以 E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好，所以这道题最后答案是 C 选项，好。好，我们看第4题的地方。好，第4题说，作者在暗示说，19世纪的哪些学者去研究胚胎合成、胚胎出，就是这种的叫做胚胎产生。好，研究这些胚胎产生机制的这些学者们说，他们怎么样？好，详细说。好，来注意哦，这题是一道 imply 题，是一道 inference 题。好，那我们当然要先回来看文章。好，来，我们现在回来看文章，哪里讲到了这些学者？而且这些学者不是一般的学者，是研究胚胎的学者，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应该在这个地方。我们当然在看的时候，不要只看这一句话，我都会建议前一句话也要一起看进去。好，具体是看前一句还是后一句话，我都会跟同学讲说，你要看那个文章的你那句话所在的态度。哪里开始哪里结束。比如说这个地方这句话所在的态度，对不对？其实这一整段都是同一个态度，是作者的态度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建议你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都要看。但如果今天是在阅读的顺序上，我们不可能倒着读回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是什么？如果你决定是前一句话后一句话都要看，我就不会只看这一句，我会连前一句话，我先把前一句话看了再看这一句，这样子。OK，好。好，学者发现说，他们觉得这个历史解释很赞，是因为说他们可以用观察来去证明，对不对？用查来去实际证明这个解释。好，那同样的，我们实际上观察好不同层级的连续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在看胚胎发展可以看得到这样子。OK，好，我们都可以在观察中发现，哎，真的哎，好像今天前一个细胞生成了后一个细胞。OK，好，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回来去拟答了。好，作者暗示了说，如果当时你是那些科学家，你的想法会是什么？你的想法会是，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可以用观察来去验证历史的解释，对不对？去验证一个我心里面想象的因果解释，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可信的，因为我是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凭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这几个选项是有对到我们的想法。第一个，暗示那些学者他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实际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可以去支持他们使用历史解释，好像 OK。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我们可以用观察、用 observation 来去证明历史解释，对不对？那 observation 观察算不算实际的证据？来，如果 observation 不能算实际的证据，谁还算实际的证据，对不对？你所观察到的不就是实际证据吗？所以 A 选项被我们保留起来。好，再来 B 选项说什么？说 word first。好，来看选项的时候，像是这种最高级、极端值，就是这种叙述，好，这个特别的留意哦，因为这种地方我们没有说 Gmail 会一定让它变错误选项，但是它很容易会是混淆选项会出现的地方，逻辑会出现的地方。他说这些学者是第一批说我们要用活体生物来做系统性研究的学者。好，他有没有用活体生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批我也不知道。好，他文章里面只是单纯讲说他们去看到证据，你凭什么说他们去做活体研究，甚至说他们是第一批，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子。OK，好，再来 C 选项说什么？C 选项说这些学者们 were able to us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more systematically than were biologists who did not study embryogenesis。他们比那些没有研究胚胎的学者更活用，好，更能够就是系统性的去使用历史解释。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它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用证据来证明历史解释，可是并没有去赞扬说你好厉害，你比别人更厉害。我们没有去做人跟人之间的比较，对不对？没有说谁更会用历史解释，所以 C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了。这样子 ，OK， 好，来，这就是我常常说的 GMA 的混淆选项，特别喜欢去做无关的比较。明明文章只是并列，它就是独立各自并列，概念互相平行，他硬要把平行的资讯斗成因果或斗成比较。这个真的是到处都在出的混淆选项。如果你没有对这件事情，你有写在没有写在你的笔记上，或是你自己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件事情，你的做题会很吃亏，因为代表说你没有想清楚剧院媒体的出题模式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OK， 好，好，那再来我们看读选项，他说这些人无意的 advertent 这个字就是正常的字哦，这个字你如果不懂，然后把它背下来。那么无意的发现了某些关于地球上的这个就是生命的历史的重要证据。刚刚那句话好像没有办法让我们推动这件事，对不对？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可以去看到观察可以证明我们的历史解释，可是并没有说他们可以去发现整个生命史的重要证据，这个也太吹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选项也不是我们要的。好，那我们看一选项说什么？一选项说我们可以去，它可以去避免大多数19世纪的生物学家他们在推理中，
的常见的谬误，他也没有说别人的推理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些人他们也没有文章里面也没有去避免谬误，对不对？好，反而作者还说他们有谬误，就是他们的谬误是他们混淆了时间跟混淆了因果，对不对？所以他们反而态度相反的，作者就说他们有谬误，结果你跟我说他避免谬误，搞什么东西？好，所以这道题答案应该是 A 选项。好，我们终于要看到今天的最后一题，第5题了。好，来，The passage would be most likely to appear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这篇文章最有可能会出现在下面哪一种出版物？他妈什么料，什么鸟题啊，对不对？这种题目大概就是只有在高难度题目会出。我跟你讲，高难度题目会出些奇怪的题目，比如说，我就曾经看过有一篇基金的文章，就跟我讲说，如果这篇文章还要有那篇文章本来有3段了，好，跟我讲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有第4段会写什么东西。好，或者这篇文章如果要在期刊上面，那个期刊的名字会是什么？是讲这个概念，一些怪怪的题目都会出现这样子，或者是这个地方的字如果要用下面的字统一代换，会是什么？好，所以你如果考试中看到这种怪怪的题目，就可以放宽心了。好，现在进高难度了这样子。好，但我要讲，你不要在考试中猜测说我现在是进了高分库还是进了低分库，猜测没有意义。好，我常常讲考生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第一大是刷题，对不对？第二大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二大就是做模考一直在估分，这也没什么意义。好，我跟一堆人讲了，我说你要想，你做完模考之后，你拿出来的分数是高的，你也不会相信。好，那分数如果低了，你提前崩溃，那请问你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对不对？OK，好，这是第二没有意义的事情。好，对，那第3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讲的。OK，好，考试中去想说这道题我到底是做对了还做错了？我这道题到底是低分库？你想了，世界也不会因你而改变。OK，好，所以不要想这件事情。好，但是我只能跟你讲，这个就是高难度的题目会出现这种怪题这样子。好，好，那我们思考一下，这其实就是变形的那种主旨题这样子。好，那我其实就是用主旨题的逻辑来回答。主旨题的逻辑，这篇文章应该是作者主要是在介绍，对不对？那介绍的是19世纪当时的生物学家，他们曾经用来研究生物的一种方式，叫做用历史的解释。好，虽然稍稍有讲一些小缺点，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以介绍为主轴。好，对不对？好，它主要在讲历史。好，那我们看 A 选项说什么？这个文章最有可能出现在出版物是研究人类事件的历史学家的论文。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应该不是研究人类的事件，应该是研究的是动植物、花花草草，专指人类，不是说什么秦汉、三国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是生物学家，所以 A 选项不是我们要的。这样子，好，好，那再来 B 选项的部分说，这是一本概述19世纪的历史生物学的研究史的一本书，好像可以对到。OK，因为的确我们是在讲那个时候的研究方法。OK，好，那 C 选项说什么？说这个会放在一本研讨会的论文 ，seminar 是研讨会，对吧？On the development of embryogenesis as a field of study in 19th century biology，用胚胎的就是形成，好作为研究主题的。OK，好，作为研究主题的这种文章里面的胚胎发生就只有那一句话而已，其他句都没有提到胚胎，所以它不是文章的主题，它怎么会放在胚胎发生的期刊里面，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被我们排除掉。好，来多选项的部分说什么？说它会放在一本书的书评里面，这本书叫做《19世纪的化石发展》，请问这跟化石有什么关系？我们整篇文章脑子里面都没有化石这个东西，突然冒出来是在干嘛？OK，好，脑袋变化石了。来，一选项说什么？说这是一个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现代的生物学的研究，用实验的方式来做调查的限制。可是我们文章里面在强调的都没有在强调实验，我们文章里面在强调的都是历史解释，对不对？所以你放在一个实验的讲座有什么意义？所以最后最有可能就会是 B 选项。好，好，我们讲了1个小时，终于把这篇文章讲完。好，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今天真的只能讲一篇，因为我自己知道这篇文章虽然文字不算多，好，文字也没有到特别难，题目也不算多，但它是真的难，它高分区 GMAT Advanced 的题目。好，那我想要让你看到的，不是只是你做对做错，如果是这样，你直接去看详情就可以了。我想要让你看到的，也不是说这个文章的故事在讲什么东西，如果是这样子，你一样你去问 AI 就可以了。我想要让你看到的是，从你的思维错误，好，从你的思维跟我的比较，找到你在备考中的问题，再进而用这个问题去连到你平常加强的方式是什么，这是一题了。好，这就像我一直在开发的这个诊断系统，以及一直在开发的这个就是辅助备考系统的逻辑。
你不能只是知道你错了，你也不能只是知道为何错，你还要把这个为何错连到自己身上，自己身上缺失什么能力，并且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加强这个能力，这样子。OK，好，希望你每次听我的研讨会都有满满的收获。好，那今天我已经讲得快精疲力尽了，所以我希望我们下次见。